我怀孕了，是裴旭的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太监，裴旭也是。而且裴旭并不知道那晚与他春宵一度的人是我。他命我找出爬床之人，要亲自教他死字怎么写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是裴旭座前醉得眼的小太监，左右逢源，前程大好。如果除夕那晚没喝醉的话，如果没喝醉，我就不会和裴旭滚到一张床上。如果没喝醉，我也不会知道裴旭竟然是个假太监。虽然我也是，但我本来隐藏得很好，就连以前同住的喜公公都没能看出半点异样。可眼看我就要瞒不住了。今早起伺候裴旭用饭时，我被羊汤的气味冲到，呕了一口。不等我有所反应，裴旭便大动干戈，叫了太医。我暗道不妙，却又无法拒绝。令太医摸完左手摸右手，许久没有言语，神情凝重的，仿佛我有什么大病。但我心知肚明，我有的可能不是大病，而是身孕。好在宫中急召，裴旭已经离开，事情尚有转圜的余地。令太医不敢开口，我只好硬着头皮试探。督主不在，大人不妨直言。令太医觑着我的脸色，气若游丝。钱公公，下官以为您这是喜脉。好的，彻底死心。但问题还要解决，大人可否行个方便？令太医小心翼翼点头，公公只管吩咐，下官自当守口如瓶。不愧是宫里混的，果然上道。麻烦大人开个方子吧，最好能立竿见影，莫让督主看出异样。令太医犹犹豫豫，再三斟酌，终于开出一张方子。大人每日一剂，连服7日便好。什么打胎药得连服7日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。虽然裴旭不在，但为防隔墙有耳，我和令太医的话说得小声又隐晦。方子开完，我俩都溜得飞快，唯恐一个不小心再撞上裴旭那张妖孽样的脸。第一剂药喝下肚，悬着的心落了一半，我这才有心思捋捋除夕那一晚的混乱和荒唐。这已经是我在督主府过的第3个除夕。与前2年不同，今年进宫赴宴的裴旭迟迟不归，到了亥时仍不见人影。没有裴旭这尊大神镇着，小崽子们便翻了天，竟敢偷摸喝起酒来。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然陆、寿、喜3位公公也不会放下身段一起胡闹。起先我还惦记着要伺候裴旭安歇，没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可裴旭一直未归，那4个又故意勾搭，我便也贪了几杯。不料这些人偷的竟是御赐的桂花陈酿，初喝只觉甘甜顺口，后劲却大得惊人，以致裴旭回府时，我已醉得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亏得陆公公靠谱，亲自将我送回裴旭的苍兰院，没让我大半夜在府中瞎逛。他还给了我2颗薄荷糖，让我清清口，莫被督主闻出酒气。等我含着薄荷糖，拎着湿淋淋的帕子，打算伺候裴旭洗脸时，才发现他醉得比我还厉害，眼尾绯红，目若春水。若不是手里提着柄长鞭，倒也算个赏心悦目的美人。我尚没觉出危险，举着帕子凑了过去。督主，奴才伺候您，镜面。舌头有些不听使唤，应是含了薄荷糖的缘故。裴旭头也未抬，一鞭子甩了过来。滚出去！要不是酒后失了准头，他这一鞭必叫我满脸开花。看着手中被抽飞的帕子，我10分酒意顿时醒了7分。督主息怒，奴才这就滚。眼看要逃出升天，身后复又传来恶魔召唤，叫钱多多过来伺候。督主大人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刚被您抽了一鞭的这个，就是我钱多多呢？没理可讲。我只能捡起帕子，又转身回去。督主，钱多多伺候您镜面。裴旭眯着凤眼看我半天，才伸手接过绢帕，脸怎么肿了一块。我把顶在腮帮上的薄荷糖囫囵咽下，强行销毁证据。没种，督主看错了，当着主子的面偷吃，我还要不要命了？可酒醉的裴旭不讲理，捏着我的脸左看右看。本座明明看见肿了，张嘴。反正糖已咽下，我放心大胆吐出舌头让裴旭检查。可下一秒，天旋地转，我被裴旭一把摁到床上。舌尖被裴旭吻住的时候，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。等我明白时，
我已经和裴旭滚在了一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晚长公主色胆包天，竟然伙同皇帝给裴旭下了药。若不是有福公公跟着，裴旭险些就落入他的魔爪。荒唐一夜，等我扶着墙和自己的腰逃出裴旭卧房时，天都快亮了。连惊带吓，我发起高烧，也得亏这一烧，我才没露出破绽。3天后再去裴旭眼前伺候，我已恢复如常。可一露面，就又被裴旭嫌弃，怎么裹这么严实，还戴围脖？我缩缩脖子，往后稍了稍，生怕他一怒之下拽开围脖，看到我脖子上的吻痕。回督主，天儿太冷，奴才怕冻。裴旭沉着脸赏了我一件大氅，没再跟我计较。我搂着毛茸茸的大氅刚松口气，又被裴旭手里的物件吓破了胆。过来瞧瞧，见过这东西吗？我看着自己贴身戴了18年的玉坠，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奴才不曾见过。小福子说，除夕那晚是你伺候我安歇的？是。可有其他人来过本座卧房？奴才不曾见过。裴旭垂眸往我跟前凑了凑，压低声音道，那晚本座安歇后，有人来过本座卧房，这东西就是那人留下的。我手脚冰凉，扑通跪地，督主饶命！出息！裴旭伸手将我扯起，很是怒气不争。本座叫你来，是想让你替本座查查，那晚到底是谁进了本座的卧房。督主不知道吗？本座被下了药，未曾觉察。被下了药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。那查到之后呢？督主打算如何处置？裴旭冷哼一声，凤眸冰冷如刀。本座会亲自教他死字怎么写。膝盖又是一软，我再次跪倒。裴旭愈发嫌弃，踢了我一脚，便进宫去了。寿公公和喜公公探头探脑，见我久跪不起，便进来扶我。这是被督主踢坏了，没见他老人家实力啊。我哪是被踢坏了，明明是被吓坏了。裴旭这一脚的力道，还没那晚他揉搓我的力道大。想起那晚，我又悲从中来。好日子没过几天，娘的仇也没报，平白被占了便宜，还要学死字怎么写。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？思来想去，都怪我那该死的爹。我爹叫钱大富，是个黑心肝的，为了攀附权倾朝野的裴督主，竟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。因为我肖似我娘，生了张美艳绝伦的脸。当年钱大富就是看中这张脸，才不惜血本将我娘哄骗到手。我娘也是到京城才知道，钱大富早有妻儿，而且他十分惧内，根本不敢引我娘入府。他被打发到庄子上，自生自灭。我娘心灰意冷，本想一死了之，可那时已经有了我，他终是没能狠下心，待我同父极乐。我的出生没能改变我娘的命运，反倒成了他的累赘。曾经挑花绣朵的手，如今只得洗衣做饭，打柴割草。如果只是这样，日子也不是不能过。可谁叫我还有个禽兽不如的爹？我7岁那年，第一次见到我爹。他赶来庄子上接我娘去了城里，说是3日便回。3日后，我只等来了我娘的尸身，身上青紫遍布，伤痕累累，一看就是被凌虐死的。我爹说是我娘不守妇道，水性杨花，本已打算接她入府为妾，她还与别的男人这般那般，被撞破奸情，没脸见人就上了吊。其实不是的，我娘答应过我，不会丢下我一个人，她绝不可能自尽。是我那不要脸的爹，哭着喊着求我娘去陪一位贵人。他说只陪1晚，他就接我娘回府，正式纳我娘为妾。我娘死活不愿，最后被捆着手脚送到那人床上，再送出来，我娘就成了一个死人。我娘死后，我活得更艰难了。可日子艰辛不敌人心善变，昔日的玩伴也成了霸凌我的恶魔。他们将我堵在捡柴割草的路上，打骂推搡，任意欺辱。见无人替我出头，便变本加厉，撕扯我的衣裳，让我给他们磕头下跪。这样的日子，我过了3年。我的委曲求全没能让我好过，换来只有日复一日变本加厉的伤害。10岁那年的夏天，我再一次被他们堵在路上。领头的大毛说，小贱人他娘是给男人睡的，小贱人就是给咱们睡的，
今儿个咱就睡了他。我那时还小，并不太懂男女之事，可那些尖锐的口哨和丑陋的淫笑，足以让我明白他们的恶意。我把手背到腰后，那里有我的柴刀。3年来的经历告诉我，能让自己摆脱困境的，只有反抗。铁蛋过来扯我，又转头向大毛确认。可我娘说她娘被好多男人睡过，脏得很。这小贱人能睡吗？脏不脏？大毛很懂，笑嘻嘻道，他还是个厨，自然不脏。等被我们睡过，他就脏了。还知道打发和他们一起的二丫先走，免得坏了他的名声。我叫过姐姐的二丫柳眉轻蹙，嫌弃避开。真恶心，你们也不嫌脏。最后的希望没了，我缓缓抽出了别在腰后的柴刀。我拼死一搏，为自己换来了久违的安宁。再也没人敢对我指指点点，污言秽语。可老天像是盯上了我，专门与我过不去。13岁时，钱大富再次现身，将我接回钱府。不但锦衣玉食地收拾起来，还请了师傅教我琴棋书画、房中秘术，竟是看中我越来越出众的姿色，想要我以色示人。正好我也愁困居乡野，没机会为我娘报仇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借刀杀人。算计得挺好，唯独没想到钱大富想攀附的人，竟是太监头子裴旭。京中无人不知，那裴督主阴翳诡谲，心狠手辣，落在他手里的姑娘，没有一个能活过当晚。那我的这些个手段还怎么用？既然已无活路，不如另辟蹊径。知道消息的当晚，我便卷了身上仅有的几样首饰，逃出钱府。乔装一番后，转头便毛遂自荐去督主府当差。钱大富不是想攀附裴旭吗？巧了，我也想。单权清朝野4个字，就足够让我赌上一切。我用悲惨的身世和2根金簪打动了负责招人的老太监。时隔5年，我终于迈出了给我娘报仇的第一步。可这一步微乎其微，我连裴旭面都不大见得上。不过没关系，钱大富现在连督主府的门都进不来。能在督主府当差的，当然都是太监，但太监也分3、6、9等，裴旭自然是最拔尖的那一等。他下面还有福、禄、寿、喜，才5个得力的心腹。我初入府时，便分在喜公公手下，替他打杂跑腿，做些粗活。喜公公替裴旭管理督主府的一应事务，权力不小。他见我做事勤快又有眼色，便将我带在身边亲自调教。纵有这般体面，我也只能远远看上裴旭一眼，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抱上他的大腿，为我娘报仇雪恨。机会来得很突然，进入督主府的第2年，出了件大事。裴旭竟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暗算，中了毒。一时间，督主府人人自危，噤若寒蝉。5大心腹不眠不休，严查3日，终于查到端倪。毒竟是下在裴旭每晚必喝的那盏安神药里。更可怕的是，那安神药皆出自我的顶头上司喜公公之手。喜公公已被带走，他倒是义气，一口认下，没牵连任何人。但我知道，不是他，不可能是他。喜公公日日将我带在身边提点，那盏安神药是他在我眼皮底下熬出来送上去的，根本不可能下毒。喜公公被带走的第1晚，我彻夜无眠，一幕一幕回忆那安神药从捡取药材到送入苍兰院的全部过程，再次断定喜公公绝对没有下毒。不是他，只能是别人。能在苍兰院自由进出并接触过那盏安神药的人，只有裴旭的那几个心腹。除去喜公公外，福公公当日不在府中，也可以排除。剩下禄、寿才3个，必有一个是真正的凶手。我翻身坐起，天未亮就敲了福公公的门。为什么不直接找裴旭？哈哈，喜公公得脸的时候我还没资格搭话呢，何况现在。福公公别看占了个福字，却铁面无私，又冷又硬。他倒是让我进屋了，但我还没开口，他便甩给我4个字：求情请回。我眼珠一转，将渲然欲泣的模样生生换成冷静睿智的样子。公公明鉴，奴才不是来求情的，奴才是怀疑凶手另有其人，如若不除，后患无穷。哦，福公公挑灯倒茶，将我从地上扶起。细细说来，
我将捋了半晚上的线索一一说与福公公，他并未打断，但在我说完后，直接发出致命疑问：那你又如何证明毒不是你下的？这……福公公眼神犀利，似要将我寸寸剖析。从头到尾，你都在为小喜子作证，可你如何自证清白？难怪最得裴旭看重，福公公名不虚传。我无法自证，但请公公以督主安危为重，彻查那盏药进入苍兰院后都经了谁的手。如若查出凶手，皆大欢喜；如若查过之后还是无法为喜公公洗脱罪名，那奴才愿与喜公公共罪。福公公冷眼看了我一会，缓下神色。小喜子的眼光倒是不错，留下没头末尾一句话，我就被福公公打发回去了。3日后，瘦了一圈的喜公公回来了，全虚全矣，并无大碍。他抱着我一顿哭嚎，是要为我这个恩人做牛做马。不过他没机会了，真凶水落石出，财公公凭空消失。福、禄、寿、喜少了个财，裴旭脸色很是难看。钱多多也是财，让他补上吧。就这样，我被调到裴旭身边，成了他的近身内侍。但裴旭没给我改名，还叫我钱多多。入府2年，我终于抱上裴旭的大腿。眼看报仇已指日可待，我伺候裴旭愈发殷勤，连葡萄都得先剥了皮儿再让他吃。裴旭眼不见为净般把那碗卖相不佳的葡萄推远了些，然后才开口道：钱多多，你也算立了大功，可有想要的好处？我剥葡萄的手顿了顿，有些不敢置信。就这么容易？我搓搓手上的葡萄汁儿，小心翼翼确认，什么都可以吗？裴旭傲然勾唇，笑得张扬。当然，普天之下还没有本座弄不到的东西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奇珍异宝？我双膝跪地，规规矩矩给裴旭磕了个头。督主大人，奴才不要奇珍异宝，奴才想替娘亲报仇。许是无聊，裴旭不但耐心听完了我的冤情，还有兴致同我分析一二。依你所讲，你的仇人应该有2个，骗了你娘的钱大富，以及害他惨死的那位贵人。裴旭的话如醍醐灌顶。之前我只想弄死钱大富，好为我娘报仇雪恨，却从不敢想那位高不可攀的贵人同样应该一命偿命。正义，郑贵妃的亲哥哥，真的能给一介草民偿命吗？若督主大人能成全奴才，奴才愿为大人赴汤蹈火。裴旭轻嗤，本座不成全，你照样得替本座赴汤蹈火。禄、寿、喜3位闻言都笑出了声，只有福公公依旧冷着脸，顾全我的体面。报仇的事就这么被哈哈过去了，也不知道裴旭记得几分。我不敢撵着裴旭追问，只能每日眼巴巴去瞄福公公。瞄了10来日，福公公没什么，裴旭烦了。别瞄了，先替你出口气，剩下的待时机到了一并清算。我还没琢磨出裴旭话里的意思，便得了钱大富被抄家的消息，喜得我连忙告假，跑去钱府门前看热闹。亲眼看到钱府被封，钱大富一家如丧家之犬般跪在大街上告饶痛哭，我终于吐出心头堵了11年的那口恶气。我在四海楼斥巨资订了一桌酒菜，宴请裴旭和他的4大护法。可好好一场宴席，偏就背不长眼的扫了兴。我将宴席定在四海楼最好的临海观云阁。点完菜，正品着茶等人，雅间的门被人一脚踢开，为首的居然就是正义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但我谨记裴旭时机未到的话，怕坏了他的筹谋，忍气吞声与正义周旋。可畜生给脸不要脸，上来便掀了桌子。滚出去！这地儿是你爷爷我的。真他奶奶的嚣张！我好想把地上的冷盘捡起来，扣到正义脸上。掌柜虽也吓得战战兢兢，但到底说了句公道话：大人息怒，这间已被督主府定下，大人不如再换一间。爷不换！少拿裴旭吓唬我，那个没根的东西，给爷提鞋都嫌啊！正义的污言秽语被我扣到他脸上的一只描金盘子打断，捂着鼻子凄厉惨叫。我自然也跑不掉，瞬间就被正义的手下团团围住。狗奴才，今天不弄死你，爷就不姓郑。8年前的内幕如若重演，我掂着手里的盘子半步不退。你当然不姓郑，你姓畜，畜生的畜。
终究双拳难敌四手。裴旭赶到时，我浑身是伤，被压在碎瓷狼藉之中。郑义满头是血，倒在软椅上哼哼。裴旭凤眸中杀气四溢，从来勾着淡笑的薄唇一抿成一条直线。郑国就好大的气性，连本座的席面也敢掀。不用他吩咐，陆公公和寿公公已经出手将我救下。郑义吐出一口血沫，笑得阴气森森。裴督主，你最好把人给我留下，否则也掀了你的督主府。喜公公正要上前，被裴旭一个眼神止住。有那本事你只管掀，本座拭目以待。走。回到督主府，令太医已经在后着了。其实我身上都是皮外伤，不算严重，可还是被裴旭骂了个狗血淋头。长本事了，能以一敌百了。那你还求本座做什么？我一边遮遮掩掩让令太医上药，一边还要应付暴走的裴旭。奴才哪有什么本事，只是听不得有人诋毁督主。正义非要犯贱，奴才自然要让他尝尝记性。寿公公在裴旭耳边好一阵嘀咕，应是已打听了消息回来报告。果然，裴旭听完，火气便消了不少。又见我果真没什么大碍，才总算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临走前还要赐我一次，天下有仇的人多了，就属你最没脑子。这话我有一半没懂，但自有喜公公为我解惑。原来比起我，裴旭与郑家那才是真正的血海深仇。裴旭并不姓裴，他是已故严大将军的独子严子墨。16年前北辽来犯，严大将军带兵出征，原本胜券在握的一仗，在苦战3月之后，因迟迟未到的粮草反胜为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严大将军战死，3万英灵埋骨边关。消息传回京城，皇帝盛怒，下旨诛杀严家满门。那一夜暴雨滂沱，严府门前血流成河。唯一活下来的人，只有年仅6岁的严子墨。混乱中，有人重重一脚将他踢出人群，随即便被人飞快抱走。在闪电的亮光里，他看到母亲欣慰一笑，向那个踢他的人深深叩拜，然后猛然迎上横在他身前的长刀，含笑而亡。严子墨在暴雨中晕厥，再醒来就成了裴百户的干儿子裴旭。只可惜好人不长命，没等裴旭长大，裴百户便英年早亡。听完裴旭的身世，我的怒火不消反盛。所以呢，粮草为什么会迟迟不到？喜公公天然一张笑面，笑出森森鬼气。因为正是初封贵妃，皇帝要为他重修长乐宫，所以呢，边关将士的粮草就成了长乐宫的雕梁画栋。不止啊，还有郑贵妃身上的珠宝华服，郑家人的酒池肉林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我要是裴旭，舍出这条命，也要和郑家拼个你死我活。喜公公却难得深沉，拼个你死我活。然后呢，严家依旧沉冤难雪，郑家依旧祸国殃民，除了赔上一条命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长这么大，这是我第2次感觉无能为力。第一次是看到我娘尸体的时候，我救不了她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替她报仇，徒有满腔愤怒，却无从下手。在抱上裴旭的大腿后，这种感觉渐渐消失了。之前我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，如今已轻而易举。可现在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又来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换个皇帝。我是破罐子破摔，喜公公却异常认真。为什么不能？我骇然坐起，都顾不得身上的伤痛。你想造反？不是我，是我们。也不是造反，是拥立新君。回答我的是去而复返的裴旭。我盯着他，新君是谁？大皇子。为什么是他？皇后嫡出，名正言顺。顿了顿，裴旭才接着道，他答应是臣后为严家平反。我忍了忍，还是没忍住。做都做了，为什么不自己当皇帝？裴旭笑了，笑得又苦又涩。严家满门忠烈，不做乱臣贼子。我突然就看明白了他那个笑。他不愿让严家百年清明染上任何污点，甚至连自己都抛除在外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做了太监。我没机会分析了。裴旭去而复返，是因为郑贵妃突然发难。他让人传我进宫，说是问话，可谁都知道我这一去凶多吉少。早知道
在四海楼就多揍郑义几拳了。裴旭妖孽般的面孔阴沉似水，一连串的下令：小瘦子带钱多多走，小福子与本座进宫，小鹿子去通知大皇子，小喜子留在府里，随时接应。寿公公应了事，过来就要扯我，我却没动。我不走，我只是笨，又不是傻。这种时候我拍拍屁股走了，不正好给了郑家对付裴旭的借口？筹谋这么多年，怎能因我功亏一篑？我要进宫去。他不是问话吗？正好我也想问问他，郑义残害良家女子的事，他是真不知道吗？胡闹！小瘦子，带他走。我不。正僵持间，门外传来一声尖笑。裴督主这里好生热闹。来的人我见过一次，是郑贵妃宫里的首领太监安公公。裴旭的眸子彻底没了温度，郑贵妃这明摆着是不肯善罢甘休。离开督主府前，我回了一次头。这可能是我看督主府的最后一眼，说实话，有点舍不得。在督主府的3年，是我活得最好最松快的3年。大家都待我很好，裴旭还替我报了仇，虽没直接要了钱大夫的命，但足以让我告慰我娘的在天之灵。我没什么本事，也无以为报，但我至少不会因为贪生怕死，误了裴旭他们的大业。安公公带着我在公道绕来绕去，偏偏在长乐宫门前碰到了步履匆匆的大皇子，端肃雅正，芝兰玉树，隐有帝王之相，也难怪裴旭会选他。但我不喜欢，我觉得大皇子有些阴郁，也没裴旭好看。不过在他开口之后，我还是决定喜欢他一下。安公公，请转告贵妃娘娘，我看中这位小公公好相貌，想带回宫玩2天，请娘娘割爱了。安公公半句不争，直接行礼告退。回到大皇子的前元殿，我在迟钝也想通了其中关窍，诚心诚意向大皇子行了跪拜大礼。大皇子将我上上下下好一通打量，你就是钱多多？这不明知故问吗？我偷偷抬眸，在大皇子温良谦和的脸上，硬是看出了不过如此4个字。收敛心思，我规规矩矩又行一礼，有劳大皇子垂问，奴才正是钱多多。大皇子哼了一声，不再说话，也没叫起，拿过一本书，似自言自语，又似说给我听。裴旭如今心大了，一个小太监也要我亲自跑一趟，真是没个轻重。呵呵，白瞎了我之前的喜欢。没有裴旭你这大皇子算个麻雀蛋蛋。我一边腹诽，一边偷偷揉自己的膝盖，忘了本的不只是大皇子，还有我。才过了几天好日子，就觉着自己金贵起来了。裴旭来的时候，我依旧跪着，裴旭跪的可比我规矩多了。那大皇子竟然还真就纹丝不动地受了裴旭的礼。哪来的脸？裴旭冷眼一扫，止住了我的蠢蠢欲动。裴卿，慈不掌兵的道理你比我懂，切莫因妇人之仁坏了大事。微臣谨记，微臣告退。出了皇宫，坐进马车，裴旭才放开对我的钳制。想说什么，现在可以说了。满腹憋屈无从说起，千言万语到最后只问一句，就他。裴旭点头，只能是他。简直气死！麻雀窝里挑凤凰，一个不如一个。裴旭竟还笑得出来，委屈钱公公了。折腾一圈，有惊无险。回到督主府，天都亮了，我毫无睡意，与喜公公凑到一起嚼舌根。那大皇子还真拿自己当个东西。你没见那嘴脸，啧。若不是要替严大将军翻案，督主何必看他脸色？就不能自己替自己翻案吗？这话说的，皇帝翻案那叫平反，自己给自己翻案那叫什么？那叫谋逆。我知道，事关严家100年清誉，裴旭只能捧着麻雀当凤凰。锦和8年，皇帝在行宫突发恶疾，留守京城的大皇子趁乱上位，打出清君侧、朱妖妃的靖王檄文，包围行宫。郑贵妃与太子手握禁军，本有一搏之力，奈何朝野上下苦政事久矣。禁军反水，直接绑了郑贵妃与太子投诚，大皇子一派不战而胜。3个月后，新皇登基，论功行赏，大赦天下。严氏家的冤屈终于大白天下，沉冤得雪。太子被废，郑贵妃赐死，
正是极其牵连的党羽也被一一清算。裴旭终于得偿所愿。我原以为从此以后，裴旭便可升官发财，大展宏图，却不想圣心难测。裴旭非但没能加官进爵，还让皇帝起了疑心。除夕宫宴时，长公主的那杯酒，不过是心地上不得台面的试探，是他对皇帝的忠心，也试探他的真实身份。裴旭从未在皇帝面前承认过自己的身份，起初是不愿玷污严家的清誉，后来就是防患于未然。可狗皇帝的这杯酒没试出裴旭，反倒给我埋下祸根。好在令太医的药很是对症，我只喝了3剂，就去了恶心反酸的毛病，只是一直不见落红。许是剂量不够的缘故，可能还是得喝足7剂。也不知这药效发作是缓是急，会不会被人看出端倪。我思忖还是找个借口出去躲上2天比较稳妥。没等我想好借口，都主府先来了不速之客。长公主亲自登门，指名道姓要见我。见就见吧，还跟他哥一样，是个瞎的。我在地上跪了半天，仍不见叫起。本宫听闻，裴都主曾为一个小太监大动干戈，甚至求到皇兄面前，说的就是你吧？是奴才没用，才劳都主大人费心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是挺没用的，跪着吧。呵，明白了，专门来收拾我的。可为什么呀？本宫心悦裴旭已久。然后呢？我与长公主四目相对，看得清她眼中赤裸裸的嫉妒。不是吧？长公主喜欢太监？还是说裴旭的秘密已经被他发现了？长公主，裴都主可是个太监。哈哈哈，你不知道，裴旭不是对你另眼相看吗？居然没告诉你他的秘密。我心下一凛，奴才愚钝，不明白长公主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裴旭是个假太监，他根本没有去世。我轻轻吐出一口气，侍立一旁的喜公公也缓缓松开握紧的手指。奴才从未听闻，长公主怕不是被人骗了。长公主笑了，胜券在握。是裴旭亲口所说，他有几个脑袋，敢欺骗皇帝。他顿了顿，欣赏了一会儿我脸上的错愕，才又接着道：本宫已请皇兄赐婚，你若再敢与裴旭勾缠，别怪本宫心狠手辣。裴旭赶回都主府的时候，我已经晕过去了，是跪晕的。长公主尤其生恨，莫名其妙敲打我一顿不说，临走还留人守着，让我跪足1个时辰。喜公公本是要拦的，我怕牵连到裴旭，还是乖乖跪了。不过我现在到底是金跪了，只跪了半个时辰，便眼前一黑，人事不省，连裴旭为什么要向皇帝坦白他不是真太监的事都没想明白。醒来竟然在裴旭卧房，吓得我惊坐而起。若不是被拦了一下，我能直接滚下床。拦我的正是裴旭，那张妖孽脸沉得像地狱罗刹，也不知是谁触了他的眉头。都主，躺着吧，都晕倒了还不老实。哦，原来触眉头的是我。脸拉这么长，莫不是在替长公主出气？奴才已无大碍，这就去把剩下的时间跪足。钱多多，非得气死我是吧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不自称本座了？你来我去的，还怪亲近。我赶紧抓住机会，勤学好问，都主，您为什么要把那个秘密告诉皇帝？哪个秘密？就是您不是真太监那个。裴旭眯着凤眸打量我，本座不是真太监，钱公公好像一点都不意外。我早就意外过了好吗？奴才震惊过了头，已呆若木鸡。裴旭哼笑，这嘴。所以呢？你为什么要告诉皇帝？早晚都会知道的事，早说早了，免得到时候又挑事说我欺君。没太懂，但不重要。长公主说皇帝会给您和他赐婚。不会，我回绝了。为什么？长公主长得还行吧？裴旭看我，眼神凉凉。因为本座喜欢男的，尤其喜欢钱公公这样娇俏的小太监。令太医开的药终于吃完了，除了能吃是睡，并无任何不妥。所以我赶紧把自己的逃跑计划提上日程。不跑难道等死吗？那日裴旭说喜欢小太监时的那个眼神，看得我心里一片冰凉。没想到裴旭竟有龙阳之好。
难怪人说送进都主府的姑娘活不过当夜，难怪与裴旭滚过一夜之后，裴旭要我把人给他找出来，要亲自教他死字怎么写。这根本不是投其所好，是触人逆鳞。我不但是女扮男装，还睡了裴旭，简直是在裴旭的逆鳞上跳大神，怎么看都逃不过一死。趁现在还不曾败露，当然要抓紧逃命。可我忘了，都主府不只有裴旭，还有4大护法。我背着小包袱刚爬上墙头，就和寿公公撞了个脸对脸。3更半夜不睡觉，准备去哪儿？看看风景。只爱动手不爱动嘴的寿公公不与我废话，几个起落就把我提到了福公公面前。幸好不是裴旭面前。3更半夜，月黑风高，福公公竟然在泡茶。好吧，他的喜好一向另类，半夜喝茶也不足为怪，但旁边打着哈欠嗑瓜子的那2个太有存在感，我想无视都难。众位公公晚上好。福公公点点头，递过来一杯茶，竟还是红枣桂圆茶。说说吧，太监爱喝这种茶。还有说什么呢？说裴旭是假太监，但他喜欢真太监，还是说我睡了裴旭，现在打了胎，准备跑路？感觉都像在找死。我梦见我娘了，回去给她上个坟。原来如此，善至孝，不带都主一起，不似我的慌乱。福禄寿喜一个比一个淡定，说出的话也一个比一个吓人。你想始乱终弃？不好吧？都睡过了。我魂飞魄散，死死拽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我和都主都是男的，有违伦常。此言一出，正八卦起劲的几个人没了兴致，扔下瓜子四散而去。散了吧，没戏。都主居然还没点破，真是主子不急太监急。只有寿公公没走，可能是怕我再逃，亦步亦趋将我送回苍兰院才离开。裴旭屋里居然亮着灯，不知是没睡还是已经起了。我赶紧溜回自己屋里，被坐在榻上的裴旭捉个正着。不跑了。我摇摇头，不是不想，是真的跑不掉，但我还是想为自己的小命争取一下。都主，我真是男的。裴旭叹口气，你说是就是吧。他伸手将我扯进怀里，贴着我唇浪声浪语。那本座就与你断个袖。时隔3月，又和裴旭滚到了一起。我没喝醉，他一清醒，直到云歇雨收，我都没想明白事情为何就到了这一步。裴旭的手还在我腰上细细揣摩，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。这段时间我胖了许多，肉还尽长在腰上。都主，别摸我的腰。为什么？我好像吃胖了。裴旭的手停了，半晌我才迷迷糊糊听到一句低喃，这是连怀孕都不愿承认吗？在沉入睡梦前，我模糊哼了2声，心想没有身孕了，我喝过打胎药了，7剂呢。那晚之后，我便与裴旭住到了一起，当然是被他强制的，而且他就像没长眼睛一般，对我的各种破绽视而不见。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受的，可说的谎越多，时间拖得越久，越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白天忐忑不安，晚上也多思多梦。如此几天之后，我又见到了令太医。胎相稳固，大人不必担心。什么东西？我吃了你7剂打胎药，你现在告诉我胎相稳固？还当着裴旭的面儿？裴旭揽住张牙舞爪要拼命的我，向令太医道谢。有劳太医，本座自有重谢。令太医笑眯眯的走了，根本不管我的死活。我只好扑通一跪，为自己搏一条生路。都主大人饶命，奴才真不是有意隐瞒的。奴才女扮男装假冒太监，只是为了报仇，不敢有任何觊觎都主之心。奴才的确不该擅自有孕，可奴才已经吃过打胎药了，断没有挟子上位之心，请都主明鉴啊。可我越是哭求，裴旭的脸色就越难看。呵呵，原是本座不配。不，配，特别配。只是奴才身为女子，无命承受都主厚爱，但请都主看在奴才用心伺候的份上。裴旭凤眸一凌，笑得异常诡异。本座不才，请问钱公公，身为女子，无命承受都主厚爱是什么意思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
伸头缩头都是一刀。我抠着手把钱大富卖了个干净。钱大富跟他老婆说，你沉迷美色却心狠手辣，落在你手里的姑娘活不过一晚。裴旭气笑了，你就信了？虽然，但是都主府的确没有一个活着的姑娘。裴旭生气了，依旧与我同时同寝，不说一句重话。但我知道他生气了。想来想去，我去找喜公公讨主意，唠了一下午，揣回一副针头线脑。他说，宫里娘娘们邀宠时都这么干，可我并不是为了邀宠，我也没有娘娘们的本事。熬了半宿，荷包上的针脚还没手指头上的窟窿多，被裴旭瞧见，把我家伙事儿全扔了。第二天，直接将我交给陆公公，带去庄子上吧。我心里一凉，有点舍不得，但还是好好给裴旭磕了个头，说了一声督主保重。裴旭拂袖而去，头也不回。马车上，我哭得实在凄惨，陆公公一边拨算盘，一边劝慰。行啦行啦，知道你舍不得督主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怎么可能回来？裴旭已经不想见我了，不然怎么会把我送这么远？马车走了1个多时辰才到，再往前可就出了京城的地界了。庄子很大，规制得井井有条。我被陆公公带去一个安静的院落，里面尽是女子，或织或纺或绣，都在忙碌。难道这就是我以后的栖身之所？陆公公，我以后就住这里吗？住。要不你再仔细看看？我只好再次细细打量，发现其中有几位姑娘姿容不俗。一位正绣着凤穿牡丹的姑娘看见我们，起身迎了过来。见过2位大人。姑娘客气，可还习惯？习惯的。再好没有了。多谢督主再生之恩。我心里一动，这难道是？陆公公点点头，那几个样貌出众的，就是以前送到督主府的姑娘，退回去也是死，督主就送到这里，让他们学门手艺。原来如此。从绣房出来，陆公公带着我继续逛。庄子上还有督主收留的孤儿，有先生教他们读书识字，但也要去田间劳作，不能吃白食。我由衷赞叹，这已经很好了，至少比我小时候好太多了。回督主府的路上，我又听说了一件新鲜事。钱大富破产后，居然染上毒瘾，不但输光所剩不多的家产，还把自己搭了进去。如今竟已在小官馆挂牌子了。如此大快人心的事儿，肯定是裴旭干的。我央求陆公公去小官馆绕了一圈，找了些地痞流氓为钱大富捧场，要他们务必好好照顾钱大富的生意，千万别嫌弃他人老珠黄。看完热闹，回到督主府，天都黑了。苍蓝院廊下立着一个颀长的身影，单薄的让人心疼。督主，人我给您带回来了。陆公公施了一礼，扭头就溜，根本不管我的死活。裴旭看着我，眼神淡淡。赶回来了。我硬着头皮扯住他暗紫色的衣袍，小心顺毛。您是孩子的爹，我不回来还能去哪儿？你最好是……由着裴旭好一顿揉搓之后，他说话终于不阴阳怪气了，将我抱在怀里，好声好气地同我商量：钱多多，咱们成婚吧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推辞了一下，是不是太快了？裴旭摸摸我已经微微凸起的肚子，再拖，这个可就瞒不住了。这倒也是。我叹口气，令太医的医术不太行，打胎药喝了那么多，是一点效果没有。裴旭哼笑，你觉得他敢给你开打胎药吗？我惊坐而起，将裴旭压在身下，连尊称都顾不上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还有，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不是真太监的？那是保胎药。你身子弱，要不是那几副药，长公主罚你那次，别说孩子，你自己都凶多吉少。裴旭将我往上捞了捞，从枕下摸出一枚玉坠替我戴上。我自然是除夕那晚发现的，本想第二天好好跟你说，可你跑了，还假装无事发生，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？所以你就威胁我，还要教我死字怎么写，等等。我突然发现一个严重问题。你是说，那晚你亲我之前，并不知道我是个姑娘？那你还亲？要我真是个太监呢？裴旭摁住炸毛的我，轻轻落下一吻。本座不早就说了吗？你要真是个太监，本座就与你断个袖。钱多多，我心悦你，无论身份性别。
我和裴旭的婚礼一切从简，我们都没有亲人，也不在乎排场。若不是福、禄、寿、喜四个闹着要喝喜酒，我甚至想连席面都省了，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哦，对，裴旭辞官了，我更舍不得银子了。辛帝一心想把长公主嫁给裴旭，听闻裴旭私自成婚后，发了好大的脾气。裴旭半步不退，直接请辞。严家沉冤得雪，他早已无异于官场的尔虞我诈。我虽表面上拍手称快，其实内里忧心忡忡。皇帝会不会翻脸？裴旭会不会有危险？以后拿什么养家糊口？我攒的这点银子能用多久？愁得我寝食难安，一有点风吹草动，就觉得是狗皇帝不安好心。裴旭看在眼里，却什么都没说。成婚第二天，他一早就带我去了码头，扬帆南下，直奔江南。奢华大船内，裴旭避开福、禄、寿、喜，半跪在榻前上交私房钱。我看着那一沓沓银票地契，诚心建议，要不咱俩换换，你叫钱多多吧。裴旭合起匣子，放到我的手里。不用换，我的就是你的。运气一赶，我哭得稀里哗啦。你怎么这么好？就算你真是断袖，我也值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